大家好，我是阿灿。梅菜扣肉是我们这边酒席上必配的一道主菜，寓意蒸蒸日上，红红火火，做出来色泽红润，口感肥而不腻。今天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做梅菜扣肉最好是选用像我这样的五花四层肉，肥瘦相间，吃起来非常的过瘾。先用喷枪把猪皮上面的毛给它烧一烧，把毛腥味给它去除干净。给它烧成这个样子后，再放入清水里面给它浸泡几分钟，然后再用小刀把猪皮上面的杂质和脏东西给它刮干净。处理好之后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在盘子里面准备几片生姜、2片香叶和一小块桂皮，再放入2个八角，再来18粒干花椒，1个葱节。锅中倒入多一点的清水，再把葱姜大料倒进来，把五花肉冷水下锅，再来1勺料酒去腥，1勺食盐给它入底味。水开后再扣上盖子，转中小火煮25分钟。接下来再准备一把自制的梅干菜，这个梅干菜非常的干净，没有泥沙，倒入1碗温水，给它泡发个10几分钟就可以。梅干菜泡发好之后，再用手给它抓洗几下，再用清水给它冲洗2遍，然后再捞出来挤干水分后备用。这个时候猪肉也已经煮好了，捞出来放在盘子里面，给它稍微放凉一下。再准备几根牙签，在猪皮上面戳它个99、81个小孔。接着再往上面倒入1勺生抽，再来1勺老抽，给猪皮上颜色。再用手在猪肉的四周全部涂抹均匀，特别是猪皮上面要给它多涂抹一下，这样我们炸出来的猪皮颜色就更好看。涂抹好之后，再把猪肉给它放在一个漏勺里面，这样猪皮就不会粘锅。接着再往里面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没过猪肉的1/3就可以。然后再扣上盖子，开大火烧开，油温升高后再转中小火慢炸，等锅里面没有噼里啪啦的响声之后，再打开盖子，然后再把漏勺取出来，继续慢慢的炸。把肉皮炸到起腐皮之后，翻一面，继续再炸个1分钟左右，最后炸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捞出来后放入凉水中，给它浸泡20分钟。大家看一下肉皮的表面是不是起了很多的腐皮了。接着我们再把肉的边边角角先给它切下来，然后再把肉给它切成厚厚的大片子，厚度大概在1公分左右。剩下的边边角角也一起给它切碎。把切好的肉放在大碗中，放入小半勺生抽，少许的老抽，再用手给它抓拌均匀，给猪肉上颜色。然后再准备一个碗，把猪肉像我这样整齐的摆放在碗里面。接着在热锅放入少许油，把切好的边角料给它煸炒一下。喜欢吃辣椒就给它放点辣椒面，再放入一点蒜末给它炒香。炒香后再把梅干菜倒进来，继续把梅干菜炒香。放入一点点的食盐调味，少许生抽，再来一点蚝油，继续给它翻炒均匀。把炒好的梅干菜全部盖在肉的上面，最后在上面撒入少许的白糖，然后再给它封上保鲜膜。用牙签在上面扎上几个小孔，给它透气，然后再放入蒸锅里面，扣上盖子，开大火，上气后蒸1个小时。
时间到了，给它打开盖子，把保鲜膜给它取下来，然后在碗上面扣上一个盘子，再把碗给它反扣过来。哇，这样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把汤汁倒出来，给它勾个薄芡，把汤汁倒进锅里面烧开，烧开后再给它勾入1勺水淀粉，把汤汁给它勾至稍微有些浓稠就可以。最后把汤汁浇在扣肉上面就可以了。再撒上少许的葱花点缀，美味极成。就这样一道美味的梅菜扣肉就制作好了。色泽红亮，吃起来口感肥而不腻，肉质也是软烂鲜香。像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，每次去吃酒席的时候，我都要干它5、6片，真的是非常的过瘾。如果你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试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，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灿。真没想到把鸡蛋倒入腐竹里面，竟然能做出这么好吃的美食。出锅鲜香味美，连汤汁拌饭都可以多吃2碗。做法非常的简单，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00克左右的干腐竹，用剪刀把腐竹给它先剪成小段。腐竹剪好后，再往里面加入约40度左右的温开水，1勺食盐，再加入少许的白醋。加入食盐和白醋可以加速泡发腐竹的时间。用筷子搅匀后，先放一旁给它泡发20分钟。接着再往碗里面打入3个双胞胎的鸡蛋，再用筷子给它充分的搅散后备用。再准备2个西红柿，用刀在底部给它打上十字花刀，这样更方便给西红柿去皮。将打好花刀的西红柿给它放在大碗里面，再给它倒入101度的开水，把西红柿给它浸泡3分钟。浸泡3分钟后，就能轻松的把西红柿的皮给它撕下来。这种方法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干净卫生。接着再把西红柿给它先切成片，切片的时候不要给它切断。接着再把西红柿给它横过来切上几刀，最后再把西红柿给它切成丁。切好后盛入盘子里面备用。2个清洗干净的鲜香菇，先把香菇蒂给它切下来不要，然后再把香菇切成薄片，切好也放盘子里面备用。再准备2根小葱，切成葱段，切好也放盘子里面。再准备3颗大蒜子，先用刀给它拍扁，然后再剁成蒜末，剁好给它盛入盘子里面备用。这个时候腐竹已经泡发好了，里边也完全没有硬芯了。然后再把腐竹捞出来控水，控水后再把腐竹放入大碗中，接着再把鸡蛋液给它倒入腐竹里面，再用筷子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让每一根腐竹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。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油，油热后倒入腐竹和鸡蛋液，再用铲子把腐竹给它摊平整。刚下锅时先不要着急翻动，让鸡蛋液底部先定一下型，稍微定型后再给它翻一面，开中小火慢慢煎，切记不能开大火，防止鸡蛋煎糊。大概给它煎至3到4分钟左右，一直把腐竹煎到2面金黄。在煎的过程中用铲子不停地翻动，最后给它煎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。再给它翻炒几下后盛出来备用。锅中再次放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油热后放入蒜末翻炒，把蒜末炒出香味。
炒香后，再把西红柿丁倒进来，把西红柿翻炒出沙，炒出西红柿里面的汁水，然后再给它倒入半碗清水，把切好的鲜香菇也倒进来，调味放入1勺生抽，适量蚝油提鲜，1勺食盐，水开后再把煎好的腐竹倒进来，稍微给它翻炒几下，让腐竹都浸泡在汤汁里面。开中火给它炖煮4分钟左右，让腐竹都能吸足汤汁。最后再撒入少许胡椒粉，提前切好的葱段也放进来，稍微给它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啦。给它盛入一个加热的砂锅里面，美味即成。就这样，一道鲜香美味的腐竹砂锅包就做好了。做法特别简单，营养美味，好吃又下饭。有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，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灿。自从学会鸡腿这个做法，我家孩子再也没有去外面买过炸鸡、薯条了。今天就用鸡腿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，不油炸也不水煮，做出来焦香入味，好看又好吃。首先我们准备3个新鲜的大鸡腿，鸡腿看上去感觉非常的干净，其实很多朋友都不知道，鸡皮上面还是有很多的杂质和一些没有清理干净的绒毛。我们在清洗的时候给它撒上一层薄薄的食盐，然后再用手把鸡皮给它搓洗几下，因为鸡皮的外面是跟鸡毛联系在一起，会有一层汗腺，就像人类出汗一样，会留下很多污垢，很多细菌就会负责生长在鸡皮上面。食盐具有杀菌的作用，用食盐来搓洗的话，清洗效果非常的好。这样我们再给它用清水给它多冲洗2次就可以了。在清洗的过程中，把鸡皮表面上的绒毛给它清理干净。把鸡腿全部清洗干净后，再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面，然后再用刀顺着骨头从中间给它划开，把肉跟骨头给它分离开。像这种关节处，我们可以用刀把骨肉给它慢慢的分离开。鸡腿肉质比较厚的地方，我们就用刀给它红素划上几刀，再用刀轻轻的把鸡肉的组织给它拍得松散一些，但是切记不能给它切断哟。鸡皮的表面我们可以用刀尖给它扎上一些小孔，这些步骤都是为了使鸡肉能够更好的入味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给它放入大碗中。接下来把鸡腿肉给腌制一下，放入小半勺的食盐，1勺生抽，少许蚝油，再撒入适量的黑胡椒粉，几片生姜和葱段，用手给它抓一抓，把里面的葱姜汁给抓出来，然后再用手轻轻的抓拌均匀，让鸡肉里面吸收调料和葱姜汁的味道。抓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腌制15到20分钟。接着我们再来调个料汁，放入1勺生抽，少许的老抽，1勺蚝油，2勺料酒，1勺白糖，几根小葱头，再放入半碗清水。食盐就不用再放了，我们在腌鸡腿肉的时候已经放了食盐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放一旁备用。这个时候鸡腿肉也腌制好了，把里边的葱姜给它挑出来，然后在鸡腿肉的正反面都给它拍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，两面都要给它涂抹均匀。接下来热锅放入几滴食用油，用个小刷子把油给它刷均匀一点，然后再把鸡腿肉给它夹放在锅里面去煎。刚下锅时，鸡皮朝下，开中小火给它慢慢煎。等底部煎至定型后，再用筷子给它轻轻的滑动一下。煎到2分钟的时间后，再给它翻动一下面，
继续开中小火慢煎，把两面都煎至焦黄色，最后给它煎成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。鸡腿肉也已经煎熟了，喜欢吃焦香味道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吃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用厨房纸巾把里边的油给它吸干一下，油多了吃起来就会腻。接着再把调好的料汁给它倒进去，开大火给它烧开，烧开后给它扣上盖子，转中火焖煮5分钟。5分钟后给它打开盖子，哇，太香了，整个厨房都充满着香味。接下来我们再开大火给它收一下汁，最后给它收汁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出锅了。把鸡腿肉给它夹出来，放在洗干净的案板上，先给它稍微放凉一下后再切。稍微放凉之后，我们再把鸡腿肉给它切成小块。全部切好后，再给它摆放在盘子里面，再给它淋上煮鸡肉的汤汁，撒入适量的黑芝麻，再撒上葱花点缀，美味鸡成。就这样，我们一道美味的黑椒鸡腿就做好了，真的是色香味俱全，外焦里嫩，咬一口满嘴爆汁，做法还特别的简单。有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麻烦伸出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灿。凉拌黄瓜很多人都会做，但是好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，难怪拌出来的黄瓜不是那么好吃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凉拌黄瓜的正确做法，做出来清脆爽口，好吃入味。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3根黄瓜放在盆子里面，接着往里边放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面粉，然后再往里边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用手把黄瓜给搓洗干净。加入食盐和面粉可以更好的吸附黄瓜表面上的飞尘和杂质。搓洗好之后，再用清水给它多清洗2遍，清洗干净后再给它放在案板上，先切去黄瓜的头尾不要，然后再用刀背把黄瓜给拍扁，也不需要拍得太碎，再改刀把黄瓜切成小块。凉拌黄瓜我们之所以用刀把它拍扁，是因为拍过后的黄瓜比直接切的更容易入味。全部切好给它装入一个大碗中。平时我们很多人在做这一步的时候都是加入食盐来给它腌制，其实这样做是错误的做法，因为用食盐来腌制的话就会影响黄瓜的口感，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脆爽。正确的做法是给它加入1勺白糖，加入白糖来腌制不仅可以保留黄瓜脆爽的口感，而且还不会影响我们在后面添加调味料。用筷子给它翻拌均匀后放一旁腌制2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根腐竹，用剪刀给它剪成小段，喜欢吃腐竹的朋友可以多放一点。剪好在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给它加入适量的温水。加入食盐可以缩短腐竹泡发的时间，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5分钟。接下来再准备几颗大蒜子，先用刀给它拍扁，再剁成蒜末，剁好先放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小米椒切成圈，切好跟蒜末放一起。2根小葱白给它切成葱花，切好一起放小碗中。再放入1勺白芝麻，接着再浇上1勺滚烫的热油，给它激发出香味。再放入2勺生抽调味，1勺香醋，再来1勺食盐，少许鸡精，最后再来1勺芝麻香油，给它搅拌均匀，放一旁备用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腐竹也泡发好了，给它捞起来放在盘子里面。再准备一把提前泡发好的黑木耳，给它抓洗几下后再捞出来，一起给它放在盘子里面。
接下来我们锅中烧水，往里边加入少许食用盐，再来几滴食用油。水开后再倒入黑木耳给它焯水，先把黑木耳给它焯水3分钟，3分钟后再把腐竹倒进去，把腐竹也给它焯水1分钟。烫好之后再用漏勺给它捞出来，再放入凉白开水中投凉，过凉后再捞出来控干水分。这个时候黄瓜已经腌制好了，也撒出来了很多的水分。接着再把腌制出来的水分给它倒出来，然后再把腐竹跟木耳给它倒进来，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倒进来。喜欢吃花生米的可以给它来1勺，最后再给它来点香菜，再下手给它不停地翻拌2分钟。抓拌均匀后给它装入盘子里面就可以开吃了。一道非常好吃的凉拌黄瓜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凉拌黄瓜清脆爽口，天热的时候给它做上一盘，下酒又下饭。有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一试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灿。往茄子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这才是茄子最好吃的做法。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，做法非常的简单。首先把茄子去蒂，再把它切成3公分左右的长段。茄子皮我们千万不要削掉，因为茄子皮含有丰富的花青素。再把每一个茄子段
油热以后，我们用一只筷子给它试一下油温，筷子放下去起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把茄子给它放下去炸。如果茄子太多的话，我们可以分成2锅来炸。茄子刚下锅以后，我们再用筷子给它轻轻地搅动几下，防止茄子粘连在一起。我们在炸茄子的时候，全程都要开大火，这样茄子才不会吸油。把茄子炸成这样，变得金黄就可以了。再用漏勺给它捞出来控油，控油后再给它倒在盘子里面备用。锅里面再放入少许食用油，把葱白放下去给它炒香。炒香后再把西红柿倒进去，把西红柿的汁水给它炒出来，这样炒出来味道才更好。西红柿炒出汁水后，再把调好的料汁倒进去，把汤汁给它煮开。煮开后再把炸好的茄子给它倒进来，翻炒均匀，把茄子炒至上色。然后给它盖上盖子焖煮2分钟。2分钟后再把青红椒倒进来，把青红椒给它翻炒至断生。最后把蒜末和葱段给它一起放进来，蒜末和葱段一定要最后才放，放早了就没有蒜香味了。给它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茄子这样做真的是太香了，超级下饭，吃起来比红烧肉都香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麻烦伸出您的发财手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灿，今天用土豆跟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，这种做法你肯定没有吃过，更没有见过。这样做出来的土豆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喜欢。就做这么一份土豆，在肯德基要卖到10几块钱，我们自己在家里做的话，成本还不到5块钱。关键自己在家里做，吃着安全又放心，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选用2个黄心土豆，挑选土豆时我们要挑这种比较新鲜的土豆，这样的土豆吃起来口感更好。先用刮皮刀把土豆的外皮刮掉。其实土豆一直以来价格比较便宜，深受很多朋友的喜欢，而且它的做法也是千变万化。今天我这样的做法大家肯定没有吃过。去皮之后再把土豆切成1公分左右的厚片，也不要给它切得太厚，要不然熟起来比较慢。再切成1公分宽度的长条，最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4方块，全部给它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全部给它盛放在大碗里面，接着再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滴入少许的白醋，倒入多一点的清水没过土豆，然后再用手给它抓拌均匀，把土豆中的食盐给它抓拌融化。食用盐可以让土豆更加脆爽，加入白醋可以防止土豆氧化变黑。土豆中有很多的淀粉，我们要用清水给它浸泡出来，先放一旁给它浸泡15分钟。接着我们再调个糖醋汁，放入1勺白糖，1勺白醋，1勺番茄酱，1勺清水，少许的食盐，再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后备用。这个时候土豆已经浸泡好了，给它捞出来放在另外一个大碗里面，再次加入清水，再把土豆清洗一下，把土豆中的食用盐给它清洗干净。清洗好之后再给它捞出来，放在漏勺里面控干水分。如果不着急吃的话，我们可以让它自然晾干水分。如果着急要吃的话，可以像我这样用厨房纸巾或者是干净的毛巾
把土豆表面的水分给它吸干，这样就好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操作。吸干水分后，再给它倒入大一点的碗中，然后再往里边放入2勺白糖，再下手给它抓拌均匀，让每一块土豆都裹上白糖。这一步我们切记不要放食用盐来腌制，要不然土豆就会出水。用白糖腌制出来的土豆吃起来清脆爽口，还带着一丝丝甜味，非常的好吃。这里我们要给它多抓拌一会儿，把白糖抓拌至融化。抓拌均匀后，再往里边加入2勺玉米淀粉，再次下手给它翻拌均匀。第一次淀粉不要放得太多，可以少量多次的放，这样才能更好的掌握它的干湿度。如果太湿的话，我们再次放入淀粉，继续像我这样不停的翻拌，让每一块土豆都能均匀的裹上一层淀粉。最后给它裹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热锅倒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把油温给它烧至6成热，放上一双筷子试一下油温，迅速起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就转成小火，然后再把土豆给它放下去炸。土豆下锅时不要一次性倒下去，防止土豆全部粘在一起。像我这样慢慢的放下去，全部下锅以后先不要着急动它，让土豆在油里面静炸30秒钟左右，然后再用筷子给它轻轻的划散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转中火来炸，直到把土豆炸熟炸透。整个过程大概要炸6分钟左右。炸制的过程中用筷子给它多翻动几下，5分钟后土豆也炸得差不多了，土豆全部都漂浮起来了，而且颜色也变黄了。再给它继续炸1分钟左右，把土豆给它炸至金黄酥脆，最后给它炸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先把炸好的土豆给它倒在盘子里面，这个时候的土豆已经熟透了，给它撒上一点孜然粉或者是椒盐粉就可以吃了。但是为了让土豆更好吃，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。接下来往锅里面倒入调好的糖醋汁，开中小火慢慢的把糖醋汁炒融化，把汁水给它炒至起大泡泡，像这样汤汁有些浓稠的时候，再把炸好的土豆给它倒进来，保持中小火给它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后，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增香点缀，再次给它翻炒均匀，最后再给它撒入少许的细辣椒粉，不喜欢的可以不放。这里我们炒的时间不要太长，要保持土豆酥脆的口感。继续给它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，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。一道非常好吃的糖醋土豆丁就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糖醋土豆吃起来外焦里嫩，酸甜适口，大人和小孩都特别喜欢，关键还经济实惠，成本不到5元钱。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就帮忙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哟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